那些武士在发起冲锋的时候，完全将叶晨等人视作了砧板上的鱼肉，所以当大家挥刀冲锋，冲在最前面的，只想着第一个斩杀敌人，抢夺首功，而跟在后面的，则一心想着如何才能多砍几刀，以展示自己的勇猛。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，在他们眼中只有死路一条的几人，竟忽然之间爆发出恐怖至极的战斗力，双手一抬就直接干掉了8个人。眼看这些人每个人都瞪大双眼死不瞑目，而且额头处还都插着一只塑料外壳的化妆品，一众人更是吓得头皮发麻。他们见过用暗器杀人的高手，忍者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。很多忍者伤的就是借用袖子里隐藏的手里剑，趁敌不备甩出去将敌人毙命。可是他们认知里的忍者是双手甩出2只手里剑，试图夺走一个人的性命。嚣张的时候也不过是一手一只，试图夺走2人性命。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忍者能够双手持握8只手里剑同时干掉8个敌人的。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而只是听说的话，简直别笑掉大牙。因为就连日本那些鼓吹忍者的电影，也不敢把忍者描写得如此变态。更何况叶晨用的根本就不是淬了毒的手里剑，而是平平无奇的化妆品。这东西用力砸向人脑袋的时候，能起个包就已经不错了，可是在叶晨手里竟然能够击穿人的头盖骨。他们这些武士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相较常人都强出太多，而且他们用的是最好的武士刀，从年幼时起便每日挥刀数百次。这其中的多数人只要双手握武士刀，甚至能接连砍断多根碗口粗细的大树，而且他们出刀速度的快如闪电，真是人群中冷兵器混战，几乎是碾压式的占优。可饶是如此，他们在面对叶晨这种能用塑料化妆品杀人，而且是一击毙命的高手，也是完全被颠覆了此前的世界观。刚才还活蹦乱跳冲在最前面的兄弟，现在就躺在地上成了一具死尸，这让一众武士心中惶恐无比。两边隔着叶晨等人相互对视，一时竟不知是该冲上来还是逃出去。叶晨此时缓缓将双手抬起，食指之间夹着8根颜色不一的化妆品，他将这8根化妆品指向两侧的武士，冷声道：3秒钟内谁没跪下，谁的下场就跟这些人一样。说完这话，叶晨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，便直接开始了计数：1、2。两侧的一众武士此时已经如惊弓之鸟，一听叶晨马上数到3，几乎下意识的就要转身逃走。最后面有几人最先转身要逃，其他人也赶紧转身想要跟上。可紧接着，刚才那给人极大心理阴影的事件再次上演。众人还没跑出一步，就见在逃跑队伍最前面的几人忽然脚下绊蒜，轰的一声趴倒在地动弹不得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几人的后脑竟然都插着一只管状的化妆品，往前一步是死亡，退后一步还是死亡。这些武士被前后的尸体夹在中间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有人甚至已经吓得双腿发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紧接着跪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原本桀骜不驯的武士们霎时间跪倒了大半。这时一名武士强撑着喊道：大家不用怕，他手里只有几根暗器，我们还有20人，跪下来束手就擒，最后也是难逃一死，不如大家一起冲上去把他干掉，再把其他人也干掉，那样就算死了，我们也能拿到2笔安家费，足够保证我们的妻儿老小几辈子衣食无忧了。一众人顿时受到鼓舞，死亡虽然很可怕，但是对这些亡命之徒来说，又早就在他们的最坏打算里了。如今只要再拼一把，就能够在死前为家人争取到一笔几辈子也赚不来的财富。反正早晚横竖都是个死，拼一把，给子孙后代拼个锦衣玉食也是值得。于是这些武士的情绪和战意明显又被提升了上来。那人见大家明显被调动起来，立刻又高喊道：诸位，大丈夫的命运
本来就是要为妻儿老小做一生的牛马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做好这一次，就能让他们后半生衣食无忧。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啊？我的眼睛！此人正慷慨激昂地调动众人的血性，结果忽然间感觉双眼传来一阵剧痛，眼前一黑，所有视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当他下意识往眼睛处去摸的时候，才赫然发觉自己的2个眼眶上竟然插着2根塑料制成的圆柱体。其他人原本还等他在一番下定决心之后，带领大家发起最后的冲锋，结果没想到他的号召忽然变成惨叫。再去看他时，才发现他双眼插着2根化妆品，满脸都是鲜血和眼珠爆裂产生的深色体液，再搭配他痛苦和惊恐的哀嚎，看起来可不至极。如此血腥的场面，就连三井良孝都有些受不住，发出几声甘悦。而一旁的三井新美则下意识将视线转向他处，不敢再多看一眼。倒是塔瓦纳，虽说一开始很是害怕，也不敢看那些尸体，可此刻的内心深处，却忽然感觉如此血腥的场面，竟也透着一种别样的魅力，于是忍不住偷偷用余光观察那些死者，以及那个瞎了双眼的武士。至于其他那些武士，他们刚刚被调动起来的热血，瞬间就变得冰凉。他们这才意识到，以叶晨的实力，他们就算一窝蜂地冲上去，也不可能赢。而且，谁冲在最前面，谁就会死在最前面。就在他们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叶晨再次开口道：“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膝盖跪地和头颅坠地，你们自己选。”这话一出，原本几个站着的武士，也瞬间双腿一软，双膝直愣愣地砸向地面，一下子就跪成一片。最讽刺的是，那个刚刚还慷慨激昂，要号召大家一起上的武士，即便双眼被插爆，此时依旧是实物地跪了下去。现场除了一片扑通跪地的声音，还有武士刀被不断丢弃到地上，与地面甚至与其他武士刀碰撞发出的叮当声。三井新美完全看傻了眼，刚才已然做好必死的准备，却没想到局面就这么被叶晨彻底逆转。而塔瓦纳的大脑已经疯了，不知从叶晨甩出第几根眼线笔开始，他看叶晨的眼神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迷妹，即便他的真实年龄比叶晨还要略大几岁。年少成名的他，此刻终于意识到，为什么那些粉丝对自己的偶像会那么狂热了。人这种动物，内心没有偶像的时候，就是见到天王老子都不愿矮他一头。你是天王老子又怎样？华夏2000多年前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，老祖宗早就说了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天王老子宁有种乎。可是人一旦有了偶像，尤其是狂热的偶像，那真是分分钟想单膝跪地，大声对着他唱征服，哪怕唱到刀片拉嗓子也不愿噤声。有的粉丝甚至还可以为了偶像，攒上1年的工资，跨越大半个地球，在几万人的体育场里，隔着300-500米看他一眼，都能自我感动得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幸福到可以原地死去。说白了，一旦精神和人格上被征服，那种内心深处拼命想要臣服的感觉是拦不住的。